失眠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，经常失眠睡不着，除了要注意饮食外，也可以呢睡前做一些小动作，不仅可以促进睡眠，还能够帮助提升阳气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，我们可以躺在床上，要仰卧，然后呢，两脚的脚心相对，双手叠放在头顶，让手掌心对准我们的百会穴。百会穴就是两耳间连线和头正中线的交汇点。那每天睡前保持这个姿势10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帮助养肾气、生阳气，并且还能提高免疫力，对改善失眠、神经衰弱都有很好的效果。睡眠不好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哦。经常失眠的人，平时呢要学会释放压力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，还可以配合的喝点桂圆红枣茶。桂圆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具有补气养血、安神定志的功效，对缓解失眠有很大帮助。俗话说得好呀，好男一身毛。从我们女性的角度看呢，是不是觉得男人体毛旺盛就感觉特别有魅力呢？而从男人的角度呢，有些人就会觉得很难看。其实男人身上有2处毛发越浓密，可能呢体现你肾脏越好。那是哪2个地方呢？第一个就是腿毛了。那腿毛旺盛和肾脏和遗传它都有关系的。一般如果你腿毛多，说明呢雄激素分泌的多，肾气也是比较充足的，那肾功能还不错。还有一个就是腋毛，很多人觉得腋毛多了会有一股味道，尤其呢到了夏天，那味道真是其实呢，腋毛多也是肾气充足的一种表现。若你也是的话，那就恭喜你了哦。所以1、2、3、4、5、50、51。木子，你在这蹭墙干啥呢？穿帮了。很多男性喜欢用能做多少俯卧撑来比谁的身体强壮。那说到这儿呢，问题就来了，一个男人一次做多少个俯卧撑才算合格呢？如果是20岁到24岁的，最少呢要做20个；如果呢是25到29岁的，最少要做18个；30到34的呢，最少要做16个，这样依次递减。不过呢，我说的可是最少的啊。如果你连这个数都达不到的话，那身体素质可真的是一言难尽了，可不行赶紧锻炼吧。但是呢，如果不管是哪个年龄的，都能够坚持做40个，那身体真的算强壮了。不过这可都是在正确的姿势前提下哦，瞎做可是不行的。赶紧测一测你能不能达标吧。颈椎疼，头疼头晕。这耳朵咋嗡嗡的呢？昨晚又没睡好。当当当！如果你也有这些问题很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哦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，跟我学一下吧。先站好了，2只手在胸前，这样扣住，然后呢一起绕到头的后面，这样一前一后为1次，每天做50次就行。脑供血不足时做这个动作呢，可以帮助促进脑部供血，使血液更流通，不仅可以改善脑供血不足，还能够缓解疲劳，提高睡眠。中有脑供血不足的人不少，不管你是上了年纪的还是年轻人，都可能会出现。那该怎么改善呢？下面呢木子就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，或许可以帮你个大忙哦。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手臂向前伸直，5指张开，手臂弯曲，双手在握成拳。每次呢做100下，可以早晚都做1次。这样空抓手可以疏通手臂经络，促进上半身血液循环，为大脑输送更多的营养和血液，有利于血管健康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很大帮助哦。那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能维持的，需要的是大家长期的坚持。人总是抱怨晚上睡不着觉，总做梦，白天呢也昏昏沉沉的，有时候呢还突然出现头晕耳鸣。其实你可能不知道，这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哦。木子，那脑供血不足怎么办呢？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动作，能够帮助改善哦。
站好，两脚分开，大约呢和肩膀同宽就行。双手自然的下垂，然后脑袋开始向前、向后、向左、向右摇晃，这样反复做3分钟。每天呢重复做3次，早中晚各做1次，可以在工作的间隙做。那这个动作呀，可以促进呢血液循环，改善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对失眠多梦、头晕头痛也有很好的效果。现在的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会有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出现。那当脑供血不足时，身体会有3个表现。第一，精神意识异常，很多人总是想睡觉，整天昏昏沉沉的，晚上呢还会失眠，这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的信号。第二，运动神经异常，当脑供血不足时，人的运动神经也会出现异常，使人出现说话困难、流口水、突然嘴歪的情况。第三，感觉功能障碍，若是有视物不清、突然头晕头痛或者耳鸣的情况，也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。脑供血不足对身体呢有很大的危害，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帮助。这个动作就是耸肩，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下肩膀，自然站立，双手自然的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抬起肩膀，再自然落下。每天早晚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放松肩颈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血液。经常的做一做，大脑更精。不是感觉头晕头痛，还经常耳鸣，到了晚上呢，睡眠质量还差。其实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咯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一学就能会，就是抓手。我们可以坐着做，也可以站着做。双手手臂向前伸直，五指张开，然后再紧握拳头，再张开，这样一张一握，每次做100下，每天早晚做1次。因为我们的手上有很多经络和穴位，经常这样抓手能够刺激它们，还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，锻炼大脑，可以有效的缓解脑供血不足。那中老年朋友经常的做，还有助改善头晕、记性差等症状，对睡眠晕。哦，困。哎，木子，你这最近咋的了？哎呀，沈哥，你说我最近总感觉头晕眼花的，整天犯困，然后还有点健忘。总听讲脑供血不足的，你这是不是该？哎，沈哥呀，你还真提醒我了。今天木子给大家呢分享一个动作，那下面呢我来示范一下。先将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然后双手这样一前一后的拍手。注意呢，胳膊要保持伸直，一前一后为一组，每天做80下就行。这样拍手能够呢使颈部的血液流通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呢有很大的帮助哦。哎呀，做完了，真是舒服了不少。夏天呢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大家对烧烤呀、火锅呀、啤酒呀这些夜宵的热情肯定都没有减退。不过呢，长期吃这些食物可是很容易引起尿酸升高的哦。那有句话说得好呀，只有真正经历过痛风的人才明白它的痛。当当当！如果体内尿酸过高，在晚上睡觉呀，可能会有3种表现哦。1. 异常口渴，如果晚上睡觉时有非常强烈的口干、口渴的情况，而且喝水了还不能够缓解，最好检查一下尿酸值。2. 排尿异常，如果你出现频繁起夜的情况，而且尿液颜色很黄，有很多的泡沫，这并不是因为喝水喝多了，就可能呢是尿酸超标了。3. 身体水肿，如果体内尿酸偏高，肾小球呢就很容易被堵塞，这样就容易引起身体水肿，比如睡觉时出现下肢眼睑水肿。那若想要稳定尿酸值，就要注意平时的饮食。下面这3种食物，希望你最好少吃。第一种，火锅。在这寒冷的冬天，很多人都会选择吃火锅，但是呢，火锅中含有很高的嘌呤，如果经常吃，很容易使尿酸升高，引发痛风。第二种，动物内脏。动物内脏虽然好吃又营养，但是呢，对于尿酸高的人来说，还是少吃为妙，因为动物内脏含有的嘌呤也比较高，如果经常吃，也容易引起尿酸升高。
第3种海鲜类。和上面一样，海鲜类食物也含有很高的嘌呤，还容易引发血液中尿酸升高，若不好好控制，容易导致痛风的出现。所以呀，为了身体健康，上面这3种食物还是不要吃了。平时呢，可以多吃些利尿的食物，比如黄瓜、苦瓜、绿豆、冬瓜、荷叶茶等，这些食物有助稳定尿酸值哦。好啦，就唠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